大家好，我是杨医生。到今天为止呢，2021年1月21号，全球呢得过新冠肺炎的人总数达到了9800万，死亡人数接近210万。目前大约有11万人处在严重的和生命垂危的状况，而疫情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哪些人更容易得新冠呢？看过我们以前视频的人都知道，年龄大的男性、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皮肤深的人都容易得新冠，而且后果呢相对比较严重。你可能松了一口气，我不属于上面任何这一类，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错，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情况出现了，无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体重、什么健康状态，你得新冠肺炎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你的病情也会更严重，死亡的风险也更高。我这里真的不是耸人听闻，你耐心的看下去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状况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怎样评估自己的状态？怎样改善我们的状态？提高防疫和抗疫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频，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希望您和您关心的人分享。这个状况就是维生素 D 缺乏。世界上至少60%的人有这个状况，在我的临床检测的病人当中，几乎90%以上的都有这个状况，你可能也不是个例外。但是呢，一提到维生素 D 你可能马上就觉得很失望，不就是个维生素吗？关系到我们的骨头健康，小孩吃了防佝偻病，大人吃了防骨质疏松老人吃了防骨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维生素可吃可不吃只要把饮食搞好了就行而且呢，还听说这个维生素 D 吃多了还有副作用你所有这样的问题和想法，从今天开始都要彻底的改变。为什么呢？首先，维生素 D 不是一个普通的维生素，而是一个类固醇的激素。激素的含义就是它能让身体产生重要变化的因素，比如胰岛素、性激素、生长激素等等。维生素 D 和它们是一样的，对我们全身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它虽然叫维生素，但是它和大部分的维生素不一样，维生素 D 是一个激素。第二呢，维生素 D 呢，它是可以溶于脂肪的，能够穿过细胞膜进入到细胞里面，不仅到细胞里面，它还能够进入到细胞核里面，直接参与和影响到我们信使核糖核酸的复制大家知道新冠病毒就是需要利用体内的能够复制信使核糖核酸的方式来繁殖和生存。大家也知道，新的新冠疫苗也是一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所以维生素 D 是可以干预新冠病毒在体内的复制的。第三呢，维生素 D 在细胞上是有它自己的受体的，这就意味着哪种细胞上有它的受体，它就对那种细胞产生影响这细胞膜上有受体，而且呢，在细胞核里也有受体，这就意味着它能够调控细胞的基因表达，也能快速的影响一个细胞的功能和活动。那么维生素 D 的受体都分布在哪里呢？首先是在胃肠道、肾脏和骨骼，所以呢，它对我们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要。维生素 D 的受体还存在于免疫细胞，像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这些细胞呢，都是我们身体在感染病毒和细菌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发现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人，他的免疫指标的变化和得了新冠肺炎的人的免疫指标的变化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维生素 D 缺乏的话，你已经有了和新冠肺炎很接近的免疫功能障碍。那么你在此基础上再得了新冠肺炎的话，不就是雪上加霜吗？这就是为什么得了新冠肺炎的人，如果他还有维生素 D 缺乏的话，他的病情会很严重，死亡的风险也会更大。维生素 D 的受体呢，还存在于血管的内皮细胞上，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分化和功能，这就了不得了。身体里面肿瘤要生长和扩散，就必须要有很多新生的小血管来支持它。如果维生素 D 能够抑制这些新生的小血管的话，它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因为同样的原因呢，维生素 D 缺乏容易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功能障碍。所以研究就发现维生素 D 缺乏的人呢，容易得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竭和心肌缺血。
那么这件事情跟我们眼下的新冠有什么关系呢？它是肺炎，又不是心脏病，太有关系了。新冠肺炎跟其他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造成血管栓塞的几率比其他感染性疾病要大9倍。换句话说，新冠肺炎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呼吸道和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全身重要器官的血栓形成和严重的缺血。维生素 D 缺乏呢，就会影响到类皮细胞的损害和功能，影响到血液的凝血机制，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很多人呢很在乎胆固醇高啊，血粘稠度高啊，容易得心脏病。其实呢，真正得心脏病的关键是血管类皮细胞的损害。如果你有血管类皮细胞损害，不管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还是炎症，还是维生素 D 缺乏，即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你也会在这个损害的类皮上逐渐产生血栓。所以呢，保护好血管类皮细胞才是真正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关键，而不是一味的强调降低胆固醇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这个话题呢，我们以后再谈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维生素 D 受体还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大脑，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情绪和思维。大脑呢也要靠血液的供应啊，水和电解质的平衡以及正常的免疫功能，所以维生素 D 缺乏呢，还通过它对免疫功能和心血管功能的影响，造成我们大脑的问题。临床研究证明啊，维生素 D 缺乏呢和老年性痴呆、多动症、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都有关系啊。这不是说维生素 D 缺乏引起了这些病，只是说如果有维生素 D 缺乏的话，会让这些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我们也许不能够根治这些精神疾病，但是纠正维生素 D 缺乏有助于他们症状的改善和功能的提高。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啊，由于社交隔离、经济衰退，人们的精神压力和精神疾病大大增加。它不仅直接造成死亡和伤害，它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免疫功能和抗新冠病毒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维生素 D 缺乏呢？非常简单，你去做个血液化验啊，结果就会告诉你你有没有维生素 D 的缺乏。他们检测的是血清25羟维生素 D3， 它的正常水平的参考值呢是26到65微克每毫微升。但是我提醒大家呀，这是指所有人正常范围是这样的。但对你这个个体来讲，这个指标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我是建议把这个指标呢保持在50以上。大家可能说我不想知道这么多道理，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办啊？当然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吃维生素 D3 的补充品啊。维生素 D3 补充品的品牌也很多啊，它们也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的转化才能够产生呢有生物活性的维生素 D3， 补充多少呢？你需要考虑以下这些因素。如果你不太晒太阳，你就要补多一点；你皮肤黑，你可能要多一些啊。如果你身体超重或者肥胖那么你就需要补得多一点啊。因为这维生素 D3 吃进去以后它会跑到脂肪里面，待在脂肪里面不出来不能够被利用。所以呢，希望这也成为大家减肥的另外一个动力啊。那么补多少才合适呢？这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也不是你的医生，不能在这里给你建议你首先需要呢增加你晒太阳的机会，当然别忘了保护你的皮肤选择那些有添加维生素 D 的饮食和食品。另外呢，用你的血液指标来判断你需要补充多少。我本人呢每天服用至少5000个国际单位这个大家必须天天服用或者每周服用如果你每周一次呢，用量可以大一些如果你每天都服呢，就少一些。至于选择什么产品呢，我这里也没有推荐大家研究一下，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品牌。有人担心维生素 D 吃多了，它会储存在肝脏和脂肪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其实研究证明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不一样，即便是身体里面存在着超剂量的维生素 D， 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当然你要有特殊情况或者有肝脏、肾脏的消化道的疾病，你就要跟你的医生好好商量一下。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自身的免疫力和抗疫能力，因为我相信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不管病毒怎么样流行和变异只有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才是战胜病毒的根本保障。端倪世界，守护健康，谢谢收看我们的节目，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